大家好，近期柯文哲在国立台北大学关于创业论坛的演讲上，清楚点出，台湾目前教育到创业的问题，柯文哲的这些见解与我们频道所倡导的观念不谋而合，所以我制作了这部视频来与大家分享。大家也知道，柯文哲与其他政客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清晰的逻辑和观念，所以才能在面对困难时做出明智决策。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柯文哲面对这些问题时的独特见解。问题一：当自己在各方面不如对手时，如何与之竞争？一开始有人问及，在竞选总统时，面对人力资金知名度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打这场战争？他回答：如果一家小公司卖的产品跟人一样，通路相同，以及行销手法一样，那最后胜利的就是市占最大的那间公司。这段话启示了我们，面对看似不可能的挑战时，创新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必须。创新意味着愿意冒险，愿意尝试那些未被证实的方法，愿意走出舒适区，探索未知。在柯文哲的例子中，选择扛阿北走台湾和小草运动而非传统的造势活动，正是这种创新思维的体现。这种策略的选择，不仅使他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能够与其他竞争对手区隔开来，更能够直接与选民建立起更为直接和亲密的联系。这段话还强调了在当代社会中，无论是在政治、商业还是个人职业发展上，创新的重要性。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唯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找到新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问题二：现在人都把失败放大，成功放得很小。台湾目前的环境有利于创新吗？柯文哲在这里的回答是：不要定义你的成功与失败，不管哪样都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反正最后人都会死。这个回答看似逗趣，其实我认为柯文哲似乎在说，生命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结果，而在于那些让我们成长、学习、感受到活着的过程。这让人想到，当我们在学业或职场上取得100分时，真正的喜悦是来自于那个数字，还是来自于我们通过这个过程学到的知识，以及这个过程中的自我超越呢？柯文哲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我们常常错误地将成功的意义限缩在外界的认可与成就上，却忽略了内在成长的价值。透过他的话，我们被提醒，应当专注于我们能控制的事物，就是我们的努力，我们对过程的投入，以及我们如何从每一次的经历中学习与成长。进一步来说，柯文哲的这种思考模式对于改善台湾的创新环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成功和失败的看法，建立一种更加开放和容错的文化。这样的文化鼓励个人和组织勇于冒险，愿意尝试新的想法，即便这些尝试最终可能不会带来立即的成功。问题三：不开心的时候如何调试你的心情？柯文哲在这里的回答，若是排除掉忧郁症的部分，年轻人失恋的时候觉得天下快毁灭了，但是过了半年后，一切都云淡风轻了。我认为柯文哲还是想说，在失恋这一具体情境中，这种放大不仅仅是对情感的过度反应，更是对生命中挫折的一种普遍心理机制的映射。我们往往过度聚焦于当下的痛苦，而忽视了时间和经验所带来的教育与转变的可能性。因为时间本身具有疗愈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重新评估和理解所谓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失恋或任何形式的失败，其实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它教会我们关于韧性、自我价值和人生目标的宝贵课程。在调试心情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每一次的不快乐和失败都携带着成长和学习的种子。这要求我们不仅仅要有能力忍受痛苦，还要有从中找寻学习机会的智慧。柯文哲的话提醒我们，将注意力从痛苦的感受转移到成长的机会上，是调试不开心情绪的一个关键策略。这不仅是一种心理调试的技巧，更是一种人生哲学。问题四：若他在年轻时预知未来会因为艾滋器官事件导致最后走投无路，他会做怎样的改变？在这里，我认为这道题其实没有意义，
因为千金难买早知道，但是柯文哲还是回答了说，人就是因为不知道，才能带着希望活下去。这句话触及了人类存在的一个核心特质，希望。在不确定的未来面前，希望是驱动我们继续前进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激励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而不是被未知的恐惧所束缚。柯文哲透过这句话提醒我们，即使未来可能充满挑战，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赋予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促使我们不断寻找和创造新的可能性。这里他还分享了一个当遇到困难时的解决方法。若未来遇到让自己两难的局面时，就问问自己，如果20年后再回来看现在，做哪一个决策遗憾会最少？这不仅是一种决策技巧，更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思考方式。这种方式鼓励我们从更长远的视角出发，考虑决策的长期影响，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明智的选择，最小化未来的遗憾。问题5，台湾目前读理工似乎是就职的保证，但未必每个孩子的能力喜好都能符合目前台湾社会。这里柯文哲的回答是，台湾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单一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体系和家长期望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样的体系下，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认为某些职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而其他职业则被视为没有前途和丢脸的选择。这种价值观的灌输不仅对孩子们的自我认同和职业探索造成了限制，也抑制了社会文化多元性的发展。柯文哲提到的欧美国家在职业尊重和文化多元性方面的态度，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在这些国家中，任何职业，无论是传统上被视为低端的工作，还是高技术的职位，都能够获得社会的尊重和合理的报酬。这种对于职业多元性的认可和尊重，体现了一个社会文化成熟度的重要标志。柯文哲呼吁提倡的多元概念，实际上是对当前教育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深刻反思和挑战。这不仅是关于职业选择的自由，更是关于个人尊严、社会公平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从教育体系的改革开始，到家庭教育和社会态度的转变，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随着柯文哲在国立台北大学的演讲落幕，我们不仅听到了一系列关于教育、创业与人生哲学的深刻见解，更感受到了一股鼓励我们思考和探索更广阔视野的力量。从面对竞争的创新思维，到对失败的健康态度，再到调试心情的方法，他对台湾教育体系和社会价值观的批判性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现状并寻求改变的契机。我们相信，透过不断的学习、思考和创新，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实现自我价值。因此，这部视频不仅是对柯文哲演讲的分享，更是一次心灵的启迪，希望激励每一位观众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都能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勇于创新，并始终相信自己的潜力。我是小玄子，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对柯文哲的见解或是本频道的内容感兴趣，欢迎留言讨论，并不要忘记订阅我们，一起探索更多关于成长、创新与人生哲学的话题。